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程毅确定登场超酷音乐盛典，傅诗琪迎来属于自己的首个公开舞台。程毅确定出席超酷音乐盛典的官方信息发布后，公众讨论迅速从演员是否到场转向傅诗琪何时以更完整的舞台形态出现在大众视野。从信息披露的逻辑看，这类音乐盛典的意义通常不只在曝光，更在于艺人进入一种可被持续衡量的公开叙事、舞台表现、现场呈现、媒体传播与后续内容的连贯性共同构成影响力的基础。一方面，程毅长期以影视演员身份积累辨识度，其对公众形象的塑造具有稳定性特征，作品节奏、采访方式、公开场合的行为模式相对克制，形成了可预期的职业形象。另一方面，傅诗琪作为本次盛典相关的核心公共角色，将首次获得在大型音乐舞台体系下被直接观看与评估的机会。对首个公开大舞台的讨论，本质上仍是舞台经济与传播结构的变化。观众并非只在短片、剧集或单次海报里认识某种气质，而是在舞台镜头、灯光、编排与现场音效条件下完成更具整体性的感知。若把这一事件放到更大的传播框架中看，音乐盛典通常承担3类功能。第一类是行业性背书，盛典的节目编排、嘉宾名单与奖项规则构成一种行业可见度。第二类是内容生成器，从彩排、造型、曲目选择到现场片段，会被媒体和平台2次剪辑、分发，形成持续信息流。第三类是商业与品牌协同，舞台表现往往与赞助、衍生物料、直播切片乃至后续合作绑定。对于首次进入该体系的傅诗琪而言，舞台表现将成为后续所有叙事的起点。从传播与舆论的形成机制看，粉丝群体的行动方式常常带有风险管理属性，票务与到场的安排具有强不确定性，无法保证最终节目录制、时长呈现与观众能否看到特定环节。因而，在官方线索出现后，提前购票，围绕公告形成集体行动，能降低落空概率。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公众讨论应以公开信息为边界，避免把未经证实的细节当作事实传播。相关公告以主办方与平台的正式发布为准。在盛典人物关系的解读上，公众容易将程毅、傅诗琪的存在形态视为同一叙事主体的不同呈现方式。更理性的视角是，演员身份与舞台歌手身份在传播逻辑上并不完全同构。影视作品依赖叙事连续性与角色塑造，而音乐舞台强调时间密度下的现场表达能力，包括音准、节奏控制、舞台站位与观众的互动。这种差异意味着，能否让观众在有限时长内完成记忆点建立，是首次亮相的大关键。同时，音乐盛典也提供一种可比性框架，即便不引入外部预测，只要观察往届盛典的节目呈现方式，就能发现评价维度高度集中在现场表现与传播素材可用性上。媒体报道往往聚焦3方面：现场音画一致性、造型与动作设计是否贴合音乐风格，以及当晚内容在社媒平台的2次传播效率。相关数据通常依赖平台统计口径，例如播放量、转发量、话题热度等，但在报道层面仍需注明来源与时间范围。对公众而言，讨论傅诗琪首次公开舞台可以从更中性的层面展开。这类亮相意味着其将拥有更完整的公众叙事入口，未来内容会逐步形成节奏化发布。对从业者来说，首秀并不等同于最终水平，但它往往决定外界对其定位的第一印象。对观众而言，它提供了从作品观看到现场体验的转换机会。
只要最终呈现遵循舞台工业的基本规则、稳定的现场制作、清晰的声音编排，以及可识别的表演主题，就能让公众以相对客观的方式建立认知。在大型音乐盛典这一公共舞台中，傅诗琪的出现将把过去更多基于影视与既有形象的理解，转换为以现场表演为核心的评价路径。而程毅在公开信息层面的确认，也意味着其职业形象在舞台维度再次获得可观察的落点。接下来，观众能做的不是猜测更多细节，而是等待节目单与现场呈现完成后，以可核验的表现来讨论其舞台能力与公众接受度。